按盟规处置，拖出去，斩！走，快点，别动！我可小心你了，要是这盟同志，你能帮我一忙，我一定会给阎王连条的手牙有。邵阁主，空间虫洞已修缮完毕，随时可以启动。在解决完丹堂的事情后，萧炎在玄黄要塞休息了2日。毕竟炼制8品丹药，总归是有些疲惫。暗香萦药的房间中，彩铃看着萧炎取出的8品丹药，有些担心地问道：“这异世丹真的适合潇潇吗？”萧炎微笑着安慰道：“放心吧，异世丹虽号称8品丹药，但药效却极为温和，最适合现在的潇潇。这里面的药力会一直存留在潇潇体内，随着他的成长而改善他的体质，最终让他变得完美。”见萧炎如此言语，彩铃也只好点了点头。就这样看着他将丹药轻轻塞进潇潇小嘴中，丹药入体便化作一团柔和的光芒，滑进了其身体中，然后在小腹处缓缓停留，光芒渐渐发散而出。而潇潇也是打了一个哈欠，双眼有些疲惫地闭了上去。这是药理的初步散发，等他睡醒了就好了。听着萧炎的话语，彩铃微微点头，旋即弯下纤腰，玉手轻轻抚摸着潇潇的身体，冷艳妖娆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充满着母爱的韵味。在一旁的萧炎不禁有些失神，旋即轻声道：“大哥说让我们办一场简单的萧家婚礼，也算是将你娶进门，你觉得怎么样？”此话一出，彩铃娇躯顿时猛地一颤，望着彩铃有些僵硬的娇躯，萧炎缓步上前。只见那张平日里冷艳的脸庞，此刻却是极为罕见的被一种绯红所取代，使其看上去愈发妖娆动人。见到这般动人美景，萧炎心头火热，手臂搂住那柔弱无骨的柳腰，微微一笑，随即在彩铃略微动情的双眸下轻轻吻了上去。一时间，房间内春意悄然弥漫。次日，岩盟深处的一处幽静庭院中，萧炎3兄弟齐聚一堂，在前方不远处，彩铃正陪着潇潇嬉戏，小女孩清脆的笑声在庭院中响个不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这种安详的生活，萧炎已经好多年未曾享受过了。望着彩铃在逗着潇潇时脸上所浮现的动人之色，萧炎忍不住微微一笑。在潇潇面前，这位平时冷若冰霜的岩盟副盟主仿佛变了样，身上洋溢着母爱的光辉，那种韵味看得直让人心旷神怡。在这段日子里，萧炎与彩铃在萧鼎和萧丽的主持下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礼并不隆重，仅有萧鼎和萧丽出席，未曾大张旗鼓。不过所谓掌声如父，有着他2人在场，也是另外的一种隆重。不管怎样，彩铃这些年为萧家为岩盟所付出的一切，都足以让萧炎心怀一丝愧疚。这个名分的确是必须给予他的。这日，在岩盟内部庞大无比的巨变中，漆黑的空间虫洞悬浮在半空，随着虫洞旋转，一股股惊人的能量波动徐徐蔓延而出。彩铃等人望着眼前的空间虫洞，惊声道：“这便是空间虫洞吗？”他们还是首次见到这种东西，毕竟在西北大陆，此物极为少见。萧炎望着萧鼎与萧丽含笑出声：“大哥，二哥，我们要动身了，日后若有什么事情，直接派人由此前往星陨阁，那里自会有人接待。”闻言，2人也是点了点头，沉声道：“一路保重。”萧炎听后微微一笑，朝周围众人拱了拱手，随后便率先踏进虫洞之中，迅速消失不见。而继萧炎之后，抱着潇潇的彩铃以及小医仙等人也是急忙跟上。众人在空间虫洞中穿行了几日后，便到达了目的地星陨阁的内阁。药老望着那抱住萧炎大腿，正用乌黑大眼睛盯着自己的白衣小女孩，轻声道：“这是你的女儿？”见药老这般模样，萧炎忍不住笑着点了点头。他知道当初彩铃怀有身孕时，药老已被魂殿所擒，因此并不知情，当下便将此事娓娓道来。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听完萧炎的叙述，饶是以药老的定力，也是不禁摇了摇头，目光不由自主地扫向一旁的彩铃，戏谑地笑道：“当年你这位妻子对你可是恨之入骨，要不是因为老夫，你恐怕早就成为他的剑下亡魂了。”听了此话，彩铃的脸颊顿时有些泛红。她曾与药老暗中有过多次交手，但从未想到，当初看起来只比他稍强的老头，竟然是如此强大的人物。他轻轻拍了拍潇潇的小脑袋，轻柔出声：“潇潇，快见过师公。”闻言，潇潇乌黑大眼睛眨了眨，有些迟疑地看向萧炎，在后者微笑点头后，方才怯生生地叫道：“师公。”哎，听见潇潇的呼声，药老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发自内心的欢喜笑意。他无儿无女，早已将萧炎视如己出，而萧炎的女儿在其看来，就如同自己的亲生孙女一般。对于他这个年纪的老人来说，无论实力如何强横，内心深处总会对孩子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药老走上前来，一脸和蔼地摸了摸潇潇的脑袋，最后干枯的手掌在潇潇的手臂上捏了捏，片刻后
眼中猛地涌现一抹惊喜之意，好强悍的灵魂力量。这孩子也是火属性，体内同样有着一丝木属性，完全可以成为炼药师啊！对于药老的惊呼，萧炎微微一笑，他早已察觉到潇潇的体质非常适合成为一名炼药师。药老接着说，他的灵魂力量与体质比当初我发现你时还要出色，若好好培养的话，日后成就恐怕比你这个当爹的还强。听了药老的评价，萧炎笑了笑，天赋体质这种东西固然重要，但日后的成就还得看个人意志力。他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依靠的并非是天赋，而是那一次次在生死间徘徊的血战中寻求得来的突破。真正的巅峰强者靠的不是天赋，而是大毅力。药老手掌不断捏着潇潇的筋骨，略微有些用力的劲道，让潇潇小嘴微撅，口中不断的嘟囔着。看得一旁的众人哑然失笑。片刻后，药老目光望着萧炎，毫不犹豫地说道：“小潇潇以后就让老头子我来培养吧。”即便是他在面对着潇潇这种近乎完美般的璞玉时，心头已有些忍不住。听着药老这恳切般的话语，萧炎笑着点了点头。他将潇潇带来星陨阁，所谓的正是此事。药老的炼药术，在他所知的人中，还无人可以将其超越。能让他亲自培养潇潇，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萧炎心中也明白，潇潇的天赋虽然让人心动，但也不一定就能让药老这等强者迫不及待。后者是真正将潇潇看作了自己的孙女，想要让她彻底变得完美，这一点也让萧炎心中感动不已。这孩子跟你们在虫洞里待了几天，先让他好好休息吧。药老慈爱地抚了抚潇潇的脑袋，旋即有些不舍地将她递给了彩铃。听到这话，彩铃心思通透，知道这对师徒有话要说，当下便轻声对萧炎说道：“那你们先聊。”说完，便带着潇潇缓缓退去。望着二人离去的背影，药老缓缓收回目光，轻笑道：“你小子这次可是生了个好女儿，不过你竟会和美杜莎搞到一块去，倒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萧炎摊了摊手，他跟彩铃之间的关系确实复杂，谁也想不到当年那个追杀他数年的美杜莎女王，最后会成为他的妻子。你们这次的事我也听说了，魂殿能派2个天尊过去，可见他们不是闹着玩的。不过这次他们也损失不小。9天尊被你当场击杀，4天尊也被你打的半死才逃掉。话到此处，药老捋了捋胡须，沉吟道：“不过，至于魂殿究竟想要干什么，说真的，我也不太清楚。这个种族素来诡异莫测，他们搜集灵魂肯定有什么阴谋。而且从他们最近开始加紧速度搜集灵魂来看，或许这个阴谋也在提速进程。根据得来的情报，中州以外的其他大陆也爆发了不小的战争，这里面或许也少不了魂殿的推波助澜，其他地方也爆发了大战。”闻言，萧炎面色一变，心中感到有些不安。魂殿这些家伙究竟有什么目的？药老满脸凝重的点了点头，片刻后轻叹了口气，将话题转移开来。还有半个月，空间交易会就要开始了，这段时间我们要好好准备一下。能参加空间交易会的都是顶尖强者以及实力极强的势力，净莲妖火太过诱人，其他势力肯定也有知道的，所以若要想将那最后一块残图弄到手，我们恐怕得下点血本了。萧炎闻声缓缓点头，净莲妖火乃是异火榜上排名第3的异火，这个排名足以说明它的强大，而它的吸引力也是毋庸置疑。即便仅仅只是一张与其有所关联的残图，但其价值必定相当恐怖，而想从重重竞争者之中将之顺利得到手，那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药老面色郑重地说道：“不管怎样，净莲妖火必须弄到手，4份残图已有3份在你手中，这最后一份无论如何也要将其得到。”其眼神中满是坚定的光芒。异火榜上排名前3的异火，皆拥有着毁天灭地之能，这些异火在天地间的数量只有寥寥数朵，即便是经历数万年乃至数十万年的岁月，都难以形成第2枚。甚至据说这前3的异火，因其威力太过强大，连天地都不敢诞生太多。只有当一种异火彻底消失在那数万年之后，或许方才会出现第2朵，这等神物鬼神未知。天地俱知，随后师徒2人便双双闭关。而在2人闭关的这段时间中，星陨阁天空上时不时的便是会有着呈彩色颜色的丹雷以及天地异象出现，显然是2人在为交易会做准备。不过这些异象并未造成任何破坏，每当丹雷成型时，总有几道闪烁着暗金光芒的身影迅速冲进雷鸣之中，随后在一阵轰隆的声响中将所有的丹雷尽数吸收。半月后，星陨阁后山的石塔外，药老与萧炎的身影自其中缓缓行出，2人的脸上如今都布满着疲惫之色，互相对视一眼，皆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也没力气再多说什么，便各自回去休息，然后休养了足足3天时间。在第3日的晌午时分，萧炎与药老2人方才再度碰面，药老微微一笑，算时间，空间交易会也即将开始，我们是时候该启程了。萧炎闻声点了点头。
这次他只带了彩铃和小医仙随行，毕竟星陨阁是他们的大本营，而且此次药老也要同行，因此大部分的人手还是留在这里防范于未然比较好。一切安排妥当后，药老脚掌一踏虚空，便朝星界出口迅速闪掠而去。见状，萧炎也是偏头对着彩铃二女说道：“我们也走吧。”两人轻轻点头，三人便同时施展身形，连忙跟了上去。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位于中州东北地域的一片沙漠中。在那里有一片独成一方的特殊空间，虽比古界小很多，但举办拍卖会绰绰有余。多年来，在地行门、控玄门和鉴宝山三个门派的主持下，这所谓的空间交易会也是吸引了中州上不少的强者和一些隐藏势力。因为这里不仅信誉极高，加之绝世宝物以及天阶斗技都是层出不穷，这才让的这空间交易会越发的壮大。以萧炎等人的飞行速度，不到半日便抵达了一处荒芜沙漠。萧炎感应到周围不下100道气息，据他推测，最差的也在3转斗尊层次，最强的甚至与药老一样处于半圣级别。这也令到萧炎惊讶不已，不愧是中州最高端的拍卖会。药老表示，这还只是小部分，等进入那片区域都收敛些，说不定还有斗圣级别的老妖怪。见药老如此凝重的模样，萧炎三人也是微微点了点头。随后，他们跟着药老穿过一处空间黑洞，出现在众人眼前的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太大的小镇。这就是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虽然不及古界的广阔，但作为交易地点已经足够了。药老看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笑着说道：“先随意看看吧，这里几乎没有次品，都是稀罕物品。”旋即他们走向一条街道，目光不断扫视着两旁，街道两旁摆满了青石台，上面漂浮着卷轴、玉瓶和武器魔盒等物品。这些物品都散发着淡淡的光芒，显然不是寻常之物。石台后各自盘腿坐着一些人，以这些人各个气息强悍程度，明显都不是好惹的主。地魔腿、地阶高级斗技、化形丹、7品高级丹药。随着目光不断跳动，琳琅满目的物品一一闪入萧炎的眼中，有些东西饶是以萧炎的定力，心头也不禁泛起些许火热。一旁的彩铃与小医仙更是美眸中异彩连连，竟然是地心灵浆这种东西炼制而出的丹药，足以引来6色丹雷。萧炎目光扫过那些散发着惊人能量的药材，心中倒吸一口凉气，没想到连这种东西都有。街道并不长，仅有数百米。当萧炎走至尽头时，刚欲拉着彩铃进入深处，却发现后者的脚步突然停了下来，当下便微微一怔，目光顺着彩铃的视线望去，只见到一枚呈7彩色的石子。这一枚石子约摸半个拳头大小，表面上有7道极为清晰的纹路，隐约散发这种特殊的能量。萧炎眉头微挑，心中暗道：7彩原石。这7彩原石乃是一种变异的特殊灵石，与7彩吞天蟒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说只有在7彩吞天蟒的陨落之地，才有一些几率出现此物，而吸收了吞天蟒血液的7彩原石将会产生一种极为独特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对于7彩吞天蟒来说是真正的大补之物，也难怪彩铃会因为它而停下来。萧炎缓步上前，目光扫过石台后一名面容枯瘦、正奄奄无力盘腿而坐的老者。萧炎问道：“这位老先生，7彩原石怎么换？”听萧炎这么说，枯瘦老者才微微抬眼，慢悠悠道：“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似乎贵了点吧？”萧炎手掌摩挲着7彩原石，这东西虽稀罕，却没到这价，且只对7彩吞天蟒有用，价值配不上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枯瘦老者翻了个白眼，冷笑道：“嫌贵，就别换呗。”正当萧炎打算继续和对方讨价还价时，彩铃突然拉住他的手掌，冰凉纤细的玉指在他掌心轻轻写了个字买。感受到彩铃的举动，萧炎不禁一怔。他明白彩铃可不是傻女人，7彩原石虽珍贵，但对他来说并非必不可少。不过萧炎没有立刻改口，而是继续和枯瘦老者讨价还价，直到老者有些不耐烦，萧炎才将一个玉瓶丢过去，一把抓过7彩原石，拉着彩铃转身就走。见萧炎突然如此干脆，枯瘦老者一愣，抓过玉瓶检验，确认丹药无误后，眉头微皱，望着萧炎等人远去的背影，疑惑的喃喃道：“他奶奶的，难道老夫看走眼了？可那明明是7彩原石啊，这小子怎么跑这么快？”虽然枯瘦老者疑惑不解，但没人能为他解答。萧炎在拿到7彩原石之后，便带着几人迅速消失在老者视野中，转过一个弯儿后，方才停下脚步，将手中的7彩原石抛给彩铃，然后问道：“这东西有什么问题吗？”一旁的药老和小医仙也是满脸疑惑地望着彩铃，旋即仔细看了眼那枚7彩原石，但却并未看出什么不同。彩铃接过7彩原石，冷艳的脸上当即浮现一抹笑容，而后她便将各种缘由娓娓道来。原来常人只知7彩吞天蟒肉身陨落之地有几率诞生7彩原石，却不知道若有着100头以上的7
七彩吞天蟒同时陨落于一处，那便有着几率诞生八彩甚至九彩原石，只不过这种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常人只知道七彩原石，却不知道八彩和九彩的存在，而吞天蟒的真正巅峰之名，其实应该称作九彩吞天蟒，只不过在这个族群中，似乎只有血脉最为浓厚的吞天蟒才能达到过这种境界，这是流淌在吞天蟒血脉传承之中的记忆，常人根本无法知晓。听完彩铃的叙述，不仅是萧炎，就连药老也有些错愕，显然都没听说过这番隐秘。萧炎好奇地问道：“那这枚原石到底是七彩还是九彩？想要看出这原石是几彩，必须用七彩吞天蟒的血液才行。”话音刚落，彩铃指甲划过玉腕，一滴鲜血滴落在原石上。只见石头表面第7道彩纹之后，竟又缓缓蠕动出一条彩色纹路。见状，萧炎有些遗憾地说：“八彩原石，要是九彩原石，彩铃这次可就赚大了。不过八彩也很不错，好好利用的话，对彩铃的实力会有不小的提升。毕竟八彩和七彩虽只有1彩之差，但蕴含的能量却天差地别。”药老打趣道：“那老家伙要是知道，怕是要直接吐血喽。没想到刚来空间交易会就弄了个开门红。走吧，我带你们去看真正的宝贝，我们需要的东西也在那啊。”说完，药老手掌一挥，率先转身朝街道另一头走去。萧炎和小医仙紧随其后。彩铃玉手摩挲了一下手中的八彩原石，也将其收入纳戒，跟了上去。然而他没发现，在他把八彩原石收入纳戒的那一刻，第8道彩纹之后，竟又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一道极为淡薄的彩色纹路。彩铃得到的竟是9彩原石。萧炎3人跟随药老穿过几条古街，未作停留，径直走向目的地，最终在一条街道尽头停下。此处矗立着一座古老阁楼，外面站着2名身着灰色衣袍的老者，他们如雕像般静止，却散发着强大斗气波动，令人心生敬畏。萧炎暗道：这是我们2人竟已达6星斗尊，这般强者放在天灵宗或星陨阁都足以成为上宾，可见这空间交易会规格之高。阁楼并非人人可进，唯有持有3大宗门请帖者方能入内。药老称自己是当年的老顾客，获取请帖并不困难。话音刚落，他走向大门，轻弹手指射出一道红光，2名老者接过后，果断袖袍一挥，4道黑芒飞向萧炎4人，悬浮在面前的竟是几件青黑色斗篷，里面的人大多隐藏身份，才不外露，这是3大宗门特制的，可防御他人侦查。药老笑着说罢，便带头踏入阁楼。楼阁内光线昏暗，并无特别之处，摆放着许多椅子，上面坐着的人皆与萧炎一行人一样，被黑色斗篷遮掩面貌，无法辨认身份。药老径直走到一处隐蔽位置坐下，淡淡说道：这里强者众多，我们必须小心，否则谈话很容易被他们察觉。安静等待吧，交易会很快就要开始了。在药老和萧炎3人等待了2个小时后，安静的古殿中突然响起一声悠扬清脆的钟声，随即大殿中心缓缓出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这位是宝剑山的山主宝山老人，已达9转斗尊巅峰，离半圣只有1步之遥。药老的声音轻传入萧炎3人耳中。宝山老人目光扫过大殿，轻声道：各位别来无恙，人也到得差不多了，废话不多说，这一届空间交易会现在开始。随着他话音落下，大殿内几乎所有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下面拍卖第1件物品。宝山老人手掌深入扭曲的空间壁中，虚空中顿时出现一对森白色古翼，翼内隐隐有风雷之声传出。妖皇翼，天妖皇族的翼翅，在座各位应该都知道其难得。他笑眯眯地说：这妖皇翼的主人想换取一枚经历4色丹雷的8品丹药，各位若有兴趣，便可开价。话音落下，大殿陷入安静。约莫5分钟后，一道嘶哑的声音响起：我要了。再无人出更高价码。宝山老人并不意外，见无人加价，便微笑着屈指一弹，妖皇翼直接飞向第1位出价者。呵呵，我们继续拍卖第2件物品。完成手笔交易后，他眼前再次出现一卷淡金色卷轴。接下来的拍卖中出现的物品愈发令人眼花缭乱，从斗技、功法到丹药、天材地宝，再到武器、药鼎等，每一样都足以在外界引起轰动，在这里却未掀起太大波澜。这些物品虽罕见，萧炎却并未参与购买，仅中途在一件名为天幽毒典的毒经出现时，出手用2枚5色丹雷的8品丹药帮小医仙拍的，之后便再未购买任何东西。一来是对方交换条件过于苛刻，二来是他并无迫切需求。刚完成一笔高价交易，宝山老人抬头望向大殿，微笑道：下面拍卖此次交易会的倒数第2件物品。旋即握紧手掌，一张泛黄的古老皮纸出现在他手中。就在这张皮纸出现的瞬间，萧炎猛地抬头，目光紧紧盯着那张古老残图，斗篷下的呼吸也变得略显沉重。他对这残图极为熟悉，为了寻找它，已经耗费了10多年时间。